歡迎大家回到艾森的頻道。物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脆性斷裂。通常金屬在斷裂以前會經歷例如拉伸變形，然後會有預兆。但是在極度的低溫或者是極度高壓底下，金屬會失去所有的韌性，表面上看起來完好無損，但在下一個毫無徵兆的毫秒，就有可能像玻璃一樣碎裂，沒有彎曲，沒有呻吟，直接斷裂。今天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正好處於這種系統性脆斷的過程當中，這個神權帝國已經進入了不可逆轉的破產清算的階段。此刻是2026年的1月13號，如果您站在德黑蘭費爾多西廣場的街頭，看着那邊的外匯兌換街，人山人海，有人在哭喊，有人在動手。為什麼呢？因為電子大屏的數字跳動了一下，美元兌換伊朗里亞爾的這個匯率變成了140萬比1。那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如果我們翻一翻日曆，2年以前還是55萬，2025年年初70萬，而現在翻了3倍。伊朗人賺着一疊鈔票從街頭走到街尾的時候，他的購買力都有可能縮水了一半。而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另外一邊幾輛貼着防窺膜的黑色 SUV 從街頭呼嘯而過，車裡面是誰？革命衛隊高官大毛拉的兒子。他們去哪兒？北德黑蘭的私人會所。在那個地方，香車美人，紅酒香檳，年輕人穿着最新款的高定時裝，美女也不戴頭巾。我們注意一下這個反差。在伊朗這個國家，如果普通女性你敢在街頭不戴頭巾的話，輕則坐牢，重則被打死。但這些招搖過市的年輕人，他們很明顯有豁免權。所以您看到的不僅僅只是貧富差距而已，根本就是社會性的撕裂。這兩個平行宇宙的同時存在，預示着伊朗在經濟學跟社會學的意義上已經進入了不可逆轉的資產清算的階段。政權每一個維持生存的動作都在加速它的自我毀滅。為了方便讓您看清楚正在伊朗社會發生的這個變化的過程，我要手搓一個模型，高壓鍋模型。為什麼是高壓鍋呢？想象一下，一口被放在猛火上狂燒的高壓鍋，鍋底的火，那個是經濟制裁，是戰爭，是崩潰的經濟。鍋裡是什麼？8800萬伊朗人，他們為了活下去而發出的尖叫，這個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危機。而鍋蓋呢，是國家的維穩機器，但這個鍋蓋已經生鏽了，而且從內部看，正規軍跟革命衛隊之間的這個仇恨導致的裂痕已經清晰可見了。而這個高壓鍋的外面還有一把巨大的開罐器，美國的極限施壓，以色列的軍事打擊，國際制裁，他們在物理上都在強行拆解這個高壓鍋。本期視頻我要撥開這4個維度來剖析一下伊朗這個神權帝國到底是怎麼樣一步一步走向覆亡的。但是在撥開這4個維度以前，我們先要回答一個最核心的問題：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是2026年的1月份？畢竟半年多以前，2025年6月份這個12日戰爭打的那個慘烈，伊朗政權即便是經歷了這麼強大的壓力都沒有倒掉。頻道的老觀眾可能還記得，半年以前全網都在喊伊朗政權要完蛋了，就好像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那樣。當時只有艾森在視頻裡面潑冷水，非常明確地指出伊朗它不會像敘利亞這樣脆斷。為什麼呢？我那時候其實分析過，敘利亞的軍隊他們是拿$40死工資的僱傭兵，給誰幹不是幹呢？但是伊朗的革命衛隊不一樣，他們是這個國家的股東，他們控制了國家的電信、石油、基建等等經濟命脈，只要資金鏈不斷裂，股東他是絕對不會背叛公司的。事實證明，我當時的判斷是对的。6月份的空襲雖然慘烈，但只是皮外傷，外傷甚至會激發人體的免疫反應，讓伊朗人產生聚集效應。
為了保衛祖國而團結起來。外傷並沒有讓革命衛隊倒戈，德黑蘭扛過來了。但到了2026年1月的當下，這個是內部壞死，是多器官衰竭。這一次沒有美國大兵壓境，沒有民主主義可以煽動。這一次是因為石油沒錢了，經濟惡化了，所以這個呼吸管被拔掉了。是因為委內瑞拉崩掉了，精英出逃了，所以輸血包沒了。是因為正規軍倒戈了，所以免疫細胞開始自相殘殺。這個是病理學意義上的自然死亡。我們先來看一看高壓鍋內部的民怨沸騰，這個絕望的在生存線邊緣掙扎的社會，從55萬到140萬，不到24個月，超過 150% 的貶值幅度，這個不是金融版面的數字遊戲，對於老百姓的打擊和傷害是切切實實的。伊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高度依賴進口，飼料是進口的，藥品是進口的，連麵包的添加劑都是進口的。匯率一崩盤，輸入型的災難就來了。食品的通脹，官方的說法是漲了 66%， 但現實的情況呢？底層百姓根本已經吃不起肉了，他們只能夠吃豆子。伊朗人管它叫做窮人的蛋白質。大家可以猜一猜，豆子漲了多少？257%。257%啊，連窮人的蛋白質都變成了奢侈品。一個月的食品開支已經超過了伊朗人的平均工資。那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夠叫做貧困了，實際上已經進入了隱形的饑荒。伊朗政府他們想安撫人心，每個月發1000萬里亞爾的補貼，但是折合成人民幣只有50塊錢。政府一個月給你的救命錢只夠你吃4個漢堡包，那麼剩下的26天你要靠什麼活下去啊？光合作用嗎？很多觀眾可能會問，伊朗這個國家怎麼會窮成這個樣子呀？那錢都去哪兒了呢？我們可以看一看伊朗總統這樣一份飢餓預算案，這是一份非常殘酷的數學題。官方給公務員漲薪 43%， 但街頭的通脹率已經超過了 70%。 而更絕的是什麼？政府把最後一點給雞蛋啊、給藥品的這些補貼也給停下來了。為什麼？因為石油換美元已經玩不轉了，外匯儲備要見底了。對於權貴來說，現在國庫裡的每一個美元的外匯都是逃生艙門的資金。這筆錢對他們來說太金貴了，不能夠再給窮人買飯吃，必須要留着來支付僱傭兵的日結工資，或者是將來自己逃亡的時候要拿來買機票。美國有斬殺線，伊朗其實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彙叫做死亡線。為什麼這麼叫呢？因為官方的貧困線已經是個笑話了。2025年10月份，伊朗政府的發言人他們宣稱自己國家的貧困線是每個人每月612萬的土曼，這個簡直是在侮辱所有伊朗人的智商。而獨立經濟學家的測算呢，德黑蘭一個3口之家維持像人一樣活着的基本成本，姑且我們叫它生存男子的話，需要5000萬土曼。而收入呢，全職工人最低工資拼死拼活只能夠掙1500萬個土曼。中間那個鴻溝是什麼？死亡線。這個意思非常明確，哪怕你不吃不喝，不付房租，不買衣服，你那點非常可憐的工資連養活自己都做不到，更不要說養家糊口了。這也就是我開場時候說的破產清算的一個真實的模樣。一個國家如果連公共財政沒辦法維持它的公民的基本生存的話，那的確是前景不容樂觀。經濟壓力擊穿生物底線，最黑暗的一幕就出現了：器官移植市場的異化。伊朗是全球唯一允許有償捐腎的國家，它的本意是要調節醫療資源，但是在2025年的這個絕對貧困線底下，這個變成了什麼？身體器官拆解的供應鏈。現在德黑蘭的黑市廣告讓人毛骨悚然，甚至包括了那些不可能再生的器官也公然售賣。比如說有一位年輕的伊朗女性，
他為了拯救被關進監獄的父親，被迫和中間商談了一個一口價的套餐，一個腎臟加一隻眼角膜打包出售，多少錢呢？$3600。$3600可能只是德黑蘭富人的一頓晚飯，但是為了這筆錢，一個年輕的女孩要把自己的身體拆碎了來賣。當一個國家底層人民唯一的可變現資源只剩下人體的器官的時候，那這個政權道德的合法性就已經變成了負數。那我們現在轉向另外一個維度，就是資產掠奪。伊朗的美元有2個價格，官方利馬的匯率是大概46800托曼兌1美元，而黑市呢，現在是93850托曼，相當於1倍的差價。這個就是赤裸裸的搶劫。權貴們是怎麼玩的？一個革命衛隊背景的空殼公司，他申請進口醫療設備，因為有關係嘛，那只要批一個條子，所以可以用官方的匯率從央行買走1000萬美元，然後呢，進口一個醫療垃圾，或者是隨便偽造一個什麼報關單之類的東西，緊接着這1000萬美金被反手扔進自由市場，以黑市價出掉。所以只需要簡單的倒騰一下，轉一下手，不需要搞任何的生產，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服務，巨額的利潤就這樣憑空產生了。那到底是誰支付給了權貴這筆利潤呢？就是每一個因為匯率貶值而買不起麵包的伊朗人。所以這個就叫做系統性的套利。伊朗政權的權貴用這個辦法來維持中層官員跟安全部隊的忠誠。還有另外一個機制，伊朗有一類非常特殊的實體，叫做骨幹基金會，名義上是做慈善事業，但實際上是免稅的商業帝國。2025年，伊朗通過了一項法律，叫做債務換資產。那政府欠革命衛隊跟這些基金會的錢還不起怎麼辦？把國有的煉油廠啊、石化廠啊、土地直接劃撥給他們，用來抵債。這個就是光天化日的私有化，原本屬於全民共有的財富，就這樣合法的轉移到了極少數軍事或者是宗教寡頭的口袋裡。所以請大家永遠銘記這一點，伊朗的公共經濟在崩潰，普通人在受苦受難，但是權貴的私人金庫其實正在經歷最後的瘋狂的膨脹。而壓垮駱駝的不只是物質上的匱乏，還有精神上的絕望。2025年，伊朗出現了一個非常反常的社會現象，就是精英階層的自殺潮。比如說，初入職場的年輕伊朗醫生，原本是社會的脊梁跟未來的精英，但是為什麼會自殺呢？因為每一天要面對高強度的盤剝，但卻只得到微薄到可笑的薪水。一個醫學博士畢業生月薪不足200美元，因為他們已經看透了這個社會，在伊朗這個現行的社會體制底下，他再怎麼努力也是死胡同，看不到一丁點希望，所以寧願選擇自我毀滅。而最讓人心碎的始終還是孩子，短短幾個月之內有31名在校學生自殺，原因是什麼？極度貧困，被迫輟學，強制同婚，還有那樣一塊永遠也摘不掉的頭巾。所以當伊朗的未成年人開始成群結隊尋求死亡的時候，當他們覺得死亡比活着還要更輕鬆的時候，那伊朗這個國家的高壓鍋就已經進入了臨界狀態。這個不是文學的修辭，這個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臨界點。那面對高壓鍋類這麼恐怖的壓力，任何正常的政府都會想辦法來減壓，但伊朗的選擇呢，是把蓋子焊得更死，而這個蓋子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跟神權的統治機器。在2026年的這個蓋子，它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了。如果要用2個詞來精準概括它的狀態，就是富豪化與笨蛋化。那伊朗的革命衛隊，我們不應該把它看作是普通的軍隊，因為它本質上是帶槍的壟斷財閥。革命衛隊大概控制了伊朗20%到60%的 GDP， 石油、天然氣、電信、大壩建設，通過哈塔姆、安比亞建設基地來實現完全的壟斷。而
最要命的是走私，革命衛隊基本上控制了所有的邊境、機場、碼頭，每一年走私超過120億美刀。走私的什麼？除了要幫國家來走私石油，還大量走私進口的奢侈品、保時捷、最新款的 iPhone、高端的家電，所有這些都能夠通過免稅的綠色通道運進伊朗國內。所以他們造成的結果是什麼？是摧毀了伊朗國內的零售商，極度拉仇恨，讓整個社會極度分裂。比如說伊朗的阿加扎德現象，其實指的就是這樣一幫無法無天、飛橫跋扈的高官子女二代。一邊是窮人家的女兒要賣腎臟跟眼角膜來拯救身陷囹圄的父親，而另外一邊呢，社交媒體上德黑蘭的官二代，他們在炫富，開法拉利在北城飆車，私人別墅開泳池 party， 喝昂貴的洋酒，沒有人戴頭巾。所以我們大家聽一聽這個對比，普通人如果喝酒是要挨鞭刑的，普通女性如果你不戴頭巾，要麼坐牢，要麼被人打死。但是這些人他們肆無忌憚地炫耀自己的豁免權，這個赤裸裸的雙標比貧困本身更讓人憤怒，因為他向所有的伊朗人傳遞了一個什麼樣的信號呢？就是這個神棍政權，他嘴裡喊的是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抵抗經濟、反美，但其實通通都是騙局。頂層的人，他們早就過上了他們口中墮落的西方式的生活，而這樣一種道德破產是導致伊朗社會契約瓦解的最強的腐蝕劑。而且最可怕的還不是窮人造反，而是中產階級的絕望。住在德黑蘭中產社區的這些律師啊、工程師、教授，他們原本是這個社會的穩定器，但是這個匯率崩盤以後，讓他們的畢生積蓄一夜之間歸零。當伊朗的中產階級他們都開始在街頭尋找汽油彈的時候，那這個政權就真的沒有朋友了。那如果說腐敗只是讓蓋子生鏽，那麼2025年6月的這樣一場12日戰爭是直接砸裂了這個蓋子。12日戰爭絕對是伊朗歷史的轉折點。以色列發動代號雄獅崛起行動的空襲，對於重要目標做外科手術式的打擊。這場戰爭徹底暴露了革命衛隊的一個什麼呢？就是笨蛋化。軍隊將領的晉升，他們只看政治的忠誠度，不看軍事能力。真正的高科技戰爭來臨的時候，他們就像沒頭蒼蠅一樣，超過40個防空節點被定點清除。伊朗自研的號稱超越俄羅斯 S-400 的這個防空系統，戰爭當中形同虛設。伊朗的最高指揮層，包括革命衛隊的總司令薩拉米、總參謀長巴蓋里，都被一一定點清除。在這之後，美軍午夜之錘行動跟進 B-2 隱身轟炸機從美國本土出發，巨型的鑽地彈穿透了岩層跟混凝土，在物理上抹掉了伊朗的核濃縮能力。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震懾，伊朗人堅信一套神話，叫做前沿防禦。我們在黎巴嫩、在敘利亞、在伊拉克打仗，就是為了不讓戰火延燒到德黑蘭。但是結果呢？在這個12日戰爭裡頭，這個神話徹底破滅了。當以色列的導彈精確命中德黑蘭周邊的衛隊指揮所的時候，伊朗民眾他們才震驚地發現，原來咱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戰略縱深。伊朗官方吹噓了好多年的抵抗之湖的安全神話徹底破滅了。原本這個神棍政權還能夠嚇唬老百姓，只有我們能夠保衛伊朗這個國家。但是現在大家都看清楚了，這幫人不靠譜，他們不僅貪婪，而且無能，他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靠什麼來保衛國家？而且從前是大家怕革命衛隊，但是現在恐懼也在反轉。傳言有一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上校，他在家裡被人殺掉了，因為他2天前指揮部隊開槍打死了10名抗議者。但結果呢？憤怒的群眾通過網絡開合了他的這個家庭住址，然後在某個深夜非常親切友好的拜訪了他全家。這說明什麼？說明當壓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每一個人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曾經不可一世的維穩機器發現，他們下班回到家，鄰居看他們的眼神也變了。這個眼神不再是恐懼，而是我知道你住哪兒的含義。伊朗實際上有2支軍隊，正規軍他們負責國土防衛，而革命衛隊負責保衛伊斯蘭政權。有一個數據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正規軍有40萬的兵力，官方預算只有20到30億美金，裝備大部分是上個世紀70年代的破銅爛鐵，士氣低落。而革命衛隊呢，人數只有正規軍的一半，但預算卻高達70多億美金。再加上走私分紅，那就非常輕易的就能夠突破100多個億。他们可以開最好的車，用最先進的導彈，吃香的喝辣的，好不爽快。那這個經濟上的羞辱體現在什麼地方呢？里亞爾貶值的時候，革命衛隊他們可以從石油走私當中非常輕鬆的拿到美金等等硬通貨，但是正規軍的軍官他們只能夠領着被通脹吞噬的死工資，很多中下級的軍官下班以後甚至要開出租車補貼家用，才能夠勉強養家糊口。正規軍在伊朗長期以來都是2等公民，向來被革命衛隊歧視。但這樣一種經濟上的羞辱，在2025年12日戰爭當中轉化成了刻骨銘心的仇恨。以色列的軍事打擊，他們瞄準的都是正規軍的防空雷達跟空軍基地。正規軍的士兵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戰友在空襲當中喪生，而革命衛隊因為支援傾斜跟優先保護，基本上完好無損。正因為如此，正規軍內部是悲憤交加。咱們爹不疼娘不愛的，就是去送死當炮灰。人家革命衛隊那個瀟灑的鏡頭，過的是貴族一樣的生活，那個才真的是親生的。而真正引爆這座火山的是伊朗政府在2025年12月提交的一份自殺式的預算案。在國家財政幾乎破產的情況底下，這份預算案做了一個非常瘋狂的決定，它壓縮正規軍的預算，同時將革命衛隊的預算強行增加了 145%， 甚至將大部分剩餘的石油出口的配額也直接劃給了革命衛隊。那這種做法已經不再只是明晃晃的偏心了，這個是直接對着正規軍40多萬士兵的臉狂扇耳光。他是非常明確的告訴正規軍的兄弟，你們這幫人都是從垃圾堆撿回來的，只有革命衛隊才是親兒子。也正是因為這樣一份預算案，導致2026年1月10號這樣一份震動全國的聲明，正規軍宣布保護公共財產，實質上是宣布了在本次民眾的抗議聲浪當中保持中立。我們看到在2026年的抗議當中，示威者高喊，正規軍的兄弟們，由於你們的沉默，你背叛了自己的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信號，因為正規軍的軍官他們普遍視自己是伊朗這個國家的守護者，而不是做傳教士的守門人。對於軍隊而言，向以色列的飛機開火是一種榮耀，因為這是衛國戰爭。但是如果面對討要麵包的本國的主母向他們開火，這個是一種恥辱，這是對於人民的屠殺。所以這樣一種槍口抬高1寸的現象，在6月的戰爭當中是不存在的，但是現在卻成了政權倒台的重要催化劑。有情報顯示，部分地區的正規軍已經開始拒絕離開營區參與鎮壓，甚至1月份的抗議當中出現了正規軍部隊拒絕執行鎮壓命令的現象。伊朗政府針對正規軍高層的一系列清洗跟逮捕行動，恰恰證明了哈梅內伊對於這樣一支軍隊的極度不信任。他非常害怕在關鍵時刻，正規軍會像1979年那樣宣布中立，甚至臨場倒戈。我們再看一看讓人聞風喪膽的這個民兵組織巴斯基。以前的話，巴斯基的成員都是一些意識形態的狂熱信徒，但是現在為了動員巴斯基上街鎮壓，政權不得不分發食物籃子，裡面有肉啊，有米啊，有油，聽起來非常的悲哀，也非常的諷刺。這意味着巴斯基事實上
已經從非常狂熱的這個宗教信仰的這些死硬分子，退化成了為了一頓飽飯而戰的僱傭兵。而更可怕的是人力資源的枯竭，因為招不到本地人，革命衛隊他們被迫開始招募12到14歲的孩子，以及阿富汗移民來填補鎮壓隊伍的空缺。所以我们看到，当一個政權需要把警棍交到孩子手裡來保衛自己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個暴力機器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了。而面對政權的威信掃地，跟民眾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聲，神棍政權它只能夠依賴更極端的技術。2025年底，伊朗推出了一個新的措施，白名單 SIM 卡的制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官員呢、特定的商人、官方的記者可以申請特殊的 SIM 卡，用這個卡可以無限制訪問國際互聯網，而普通的伊朗人被死死的鎖在只能夠訪問國內網站的清真局域網裡頭。那這個制度製造了兩個伊朗，一個是連通世界的伊朗，一個是信息的孤島。伊朗現任的總統他曾經承諾當選之後會解除網絡的封鎖，但是最後還是不得不承認我盡力了，但的確無能為力。所以在那一刻，這個總統從伊朗民眾眼中的希望之星變成是體制的傀儡。伊朗人他終於明白過來，在這個體制裡頭，任何一丁點改革的希望都是不可能的。而對於軍隊領導層的調整更加讓人絕望。2025年下半年，穆罕默德·卡拉米被任命為是革命衛隊地面部隊的司令。那這個人不是什麼戰功赫赫的野戰將軍，他是擅長屠殺平民的劊子手，扎黑丹血腥星期五的直接指揮官。卡拉米的上位標誌着革命衛隊正在演變為一支事實上的佔領軍，他們的戰術是要在街頭部署裝甲車、重機槍，甚至於武裝直升機，像對待敵國一樣對待自己的國家。現在我們看到高壓鍋下的火在熊熊燃燒，鍋裡的溫度一直在上升，而嚴絲合縫的蓋子讓鍋內的壓力急劇升高。而這個時候，外部的力量，也就是那個決定性的開罐器，是我們要看的下一個部件。12日戰爭最深遠的後果是什麼？是實質性的摧毀了伊朗的關鍵核設施。這意味着什麼？伊朗耗資數千億，犧牲了無數經濟發展機會換來的核計劃，一夜之間倒退10年。老觀眾可能還記得，我們深度拆解過這個福爾多的升級陷阱。伊朗把核設施埋這麼深，就是賭以色列打不到，賭美國不敢冒着全面戰爭的風險親自下場。伊朗以為這是一個完美的護身符，但他們算錯了一個變量。特朗普不講武德，使用暴力拆解掉了這個核升級的陷阱。那這下子，伊朗政權失去了國際談判桌上最重要的籌碼，也就是核勒索的能力。沒有了這樣一張牌，伊朗在西方面前就變成了是一個拔掉了牙的老虎。那即便如此，特朗普政府依然保持冷靜，他並沒有直接軍事介入，而是實施了更為拿手的極限施壓。伊朗政權的存續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他那支龐大的會關閉 GPS 定位，然後頻繁更換傳奇的油輪船隊，偷偷的把石油賣出去換美金。但是現在呢，美國海岸警衛隊跟他的盟友直接在公海上就扣押伊朗的船隊。比如說貝拉1號這樣一艘超級油輪，滿載200萬桶原油，價值上億美金，這個是革命衛隊運油船隊的核心資產。但是這一艘船的一舉一動早就已經在英美情報的監控底下。2026年1月初，當他駛進直布羅陀海峽的時候，美國海岸警衛隊配合英國特種部隊發起突襲，把船和油全部都扣留了。美國人現在還使用了一個更加精妙的技術，叫做化學指紋技術。因為伊朗扎格羅斯盆地的原油，它的硫含量 API 的重度微量元素的組合其實是獨一無二的。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不管你怎麼樣運，你怎麼樣洗白來自於伊朗的這批油，最後不管是提煉成汽油或者是制作成塑料，只要一檢測出伊朗原油的化學指紋，那麼不好意思，會立刻被扣押，而買家
會被立即踢出 SWIFT 這個系統。而歐盟的第18輪制裁就實施了分子級的禁運，定於2026年1月21號正式生效。這意味着說，哪怕你在第三國把伊朗原油做成了塑料玩具，一旦檢測出這個化學指紋，一律禁止入境。這會導致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伊朗財政部在制定2026年年度預算的時候，非常驚恐地發現，石油收入這一欄出現了斷崖式的近乎歸零的變化。這樣一種分子級別的技術鑑定跟封鎖，是對於伊朗經濟命脈的絞殺。剪斷輸血管以後，伊朗政權面臨的壓力驟增。很多人擔心特朗普要對於伊朗發動全面戰爭，其實美國現在力不從心了，也會刻意避免陷入另外一場戰爭的泥潭。畢竟烏克蘭的事兒都還沒完呢。董王是一個商人，他算賬比誰都精明。對於伊拉克這樣一種耗資萬億、死傷無數的地面平推式的戰爭，他毫無興趣。他的新戰法是商業化的戰爭，什麼意思呢？就是只打高價值的目標。針對於大毛拉跟衛隊的指揮官做定點清除，給他們打個電話，告訴他們我掌握了你和家人過去3小時的所有移動軌跡，可以精確到部署。這個電話就足夠了。這個是斬首戰爭，誰敢當這個出頭鳥就打誰，一直打到沒人敢接電話為止。那花錢最少，見效最快，也不用派美國大兵去填坑。所以對於特朗普來說，這個是穩賺不賠的買賣。以往的套路，美軍大舉入侵，哈梅內伊他能夠號召大家保衛祖國，但是現在美國人他只封鎖，他不登陸，他只殺官，他不擾民，所以伊朗老百姓的怒火就沒辦法被轉移到美國人身上，就只能夠全部發洩在無能的德黑蘭政府身上。委內瑞拉的總統馬杜羅被美軍特種部隊抓獲，那很多人以為這件事情的影響是局限在南美洲，但其實錯了。絕對決心行動成功逮捕了馬杜羅。那這件事情發生在伊朗抗議最高漲的時刻，1月3號。作為伊朗在反美陣營當中的一個關鍵盟友，馬杜羅在首都總統官邸被美軍直接抓捕，逮進直升飛機的這個消息，對於德黑蘭的領導層構成了一個沉重的心理打擊。他打破了獨裁者豁免權的幻想，讓哈梅內伊跟革命衛隊的高層都意識到，在核威懾敲掉之後，斬首行動在德黑蘭上演就不再只是理論上的，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那這件事情加速了伊朗統治集團的內部瓦解，每一個人都開始盤算，在尋找退路了。為什麼反應這麼大？因為委內瑞拉它不僅僅只是盟友而已，它是伊朗的權貴階層的離岸金庫跟安全屋。伊朗政府的高層在委內瑞拉囤積了數十億美金的影子資金跟黃金，這些是他們最後養老的錢跟他們的棺材本。馬杜羅一被抓，所有這些資產全部凍結，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們的逃生通道被關閉了，所有的後路被切斷了。所以這樣一種恐慌瞬間在德黑蘭的高層引發了政治擠兌潮，每一個人都意識到船要沉了，而且救生艇還被美國人沒收了。那這個時候誰還顧得上保衛政權呢？大家都在忙着把最後一點金條塞進手提箱。情報顯示，自1月初以來，俄羅斯的這個伊爾76運輸機就頻繁在德黑蘭起降，將大量黃金儲備運往俄羅斯。那與此同時，英國議會也有報告稱，伊朗的高層正在為家人尋求英國的簽證。去年6月份的時候，他們還在準備反擊，而這個月他們都在準備後事，準備跳船的事情。當統治集團開始轉移黃金跟家屬的時候，說明他們自己都已經不再相信這個政權能夠繼續存活下去。在這個地方還有來自於馬斯克的一記重錘，心念對於神棍政權數字鐵幕的穿透。伊朗政權曾經夢想要建立一個國家信息網，切斷國際互聯網。
民眾非常諷刺地叫它是清真互聯網，但成千上萬台星鏈的終端通過一條走私的網絡，以螞蟻搬家的方式運進了伊朗國內。雖然政府封鎖邊境，但庫爾德山區的走私者是擋不住的。這些背夫把星鏈的天線拆散之後，藏在進口冰箱的夾層裡面，藏在滾筒洗衣機的內膽裡頭。他們利用伊朗對於進口家電的巨大的需求，讓所有這些拆得零零散散的星鏈的零件源源不斷流進伊朗國內。在德黑蘭，星鏈終端被炒到天價，但想看世界的人是難不倒的。一整個小區、一整棟樓的居民，他們可以眾籌買一台，然後藏在屋頂的水箱旁邊，整棟樓的人共享 WiFi 密碼。好在老馬暫時提供了免費的服務，多少能夠為伊朗人減輕一點負擔。德黑蘭方面當然不會閒着，他們會動用俄羅斯提供的電子戰的系統，對於星鏈進行大功率的干擾。那一開始這個丟包率高達 80%， 但 SpaceX 的反應非常的迅速，他們馬上升級算法，利用激光星間鏈路，數據不經過被干擾的地面站，直接在太空就跳躍傳輸。在2026年1月的抗議當中，正是這些藏在屋頂的星鏈打破了伊朗政權的斷網開關。當槍聲響起來的時候，當街頭血流成河的時候，現場的畫面跟視頻才能夠通過互聯網秘密節點實時上傳到雲端。伊朗政權封禁網絡，根本是打算在黑暗當中進行一場屠殺，但是瞬間被暴露在全世界的聚光燈底下。馬斯克星鏈的存在從根本上改變了博弈的規則，每一個裝在洗衣機裡頭被偷運進來的星鏈天線都是刺向鐵幕的一把利劍。我們看到內部的沸騰鍋蓋的裂痕，外部的強拆信息的突破，所有这些匯集到一點的時候，離爆炸就已經不遠了。12月28號這一天將會載入史冊，導火索不是學生，也不是知識精英，而是德黑蘭大巴扎的商人。巴扎商人是伊朗政治生態當中極具象徵意義的一個群體，歷史上正是他們在1979年率先倒戈，把巴列維趕下台。但是現在因為匯率崩盤，資產瞬間清零，他們憤怒了，集體罷市。這標誌着什麼？現政權失去了最後的社會根基。緊跟着最讓政權恐懼的事情發生了，跨階層的大聯盟。南部石油工人切斷天然氣的管道， Z 世代的大學生在校園拆毀領袖的畫像，貧民窟的饑民衝擊銀行。這不再是局部的騷亂，這是整個社會系統性的崩潰。由於哈梅內伊的健康傳聞以及繼承人的危機，庫姆的這個神職人員他們也開始擔憂政權倒台後有可能遭到清算。所以我們看到伊朗的政權現在面對全國性的抗議浪潮的時候，表現出來非常典型的精神分裂的症狀。一邊通過拉里賈里喊話說要對話，而另外一邊又通過革命衛隊宣稱要進行屠殺。指揮鏈的混亂不堪也是獨裁者末期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特徵。而對於神棍政權來說，民眾信仰的徹底坍塌才是他們的一個死刑判決書。官方向來喜歡宣傳說伊朗民眾 99.5% 都是穆斯林，而現實呢，其實自認為是什葉派穆斯林的只佔總人口的 32%， 有超過 37% 的民眾自稱是無神論、不可知論或者是沒有宗教信仰。無神論者的人數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伊斯蘭教的虔誠信徒。所以當人們不再相信神棍政權宣稱的伊斯蘭真理的時候，他們會用什麼來填補精神上的空白呢？答案是懷舊，特別是對於世俗化、現代化時代的懷舊。在2026年的大起義當中，有一個口號壓倒了所有：李薩汗靈魂安息。走上街頭的年輕人，他們在呼喚巴列維王朝的開國君主。為什麼？他們是真的想要歸因一個新皇帝嗎？其實不然，這裡有更深層次的政治的邏輯。當年霍梅尼之所以能夠推翻巴列維，
建立新的政權。他們的合法性基石是國王是美國的走狗，咱們代表的才是獨立跟正義。而現在的民眾，他們之所以呼喚巴列維，不是為了復辟君主制，而是為了殺人誅信。這就好像清朝末年有人喊反清復明，他們不是真的想回到明朝，他們是想利用這個口號徹底否定你霍梅尼當年推翻巴列維的這個革命的法統正當性。他們是在說，如果當年被你推翻的巴列維是對的，那你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上就是篡位，是非法的。這樣一種敘事直接挖掉了霍梅尼的祖墳，從根子上就抽掉了現政權的合法性。人們對比的懷念的是什麼？一邊是巴列維那個時代世俗化、現代化、鐵路、大學以及不被宗教教條束縛的生活，而另外一邊是篡位之後只能夠煉金、貪污腐化、搞垮經濟的神權教士。所以當大家不再信教，連那些曾經資助1979年革命的巴扎商人都開始低聲討論巴列維國王的好處的時候，神权政權就應該知道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但是很明顯，这個政權他們沒有接受這個現實，依然要做最後的掙扎。截止2026年1月13號，抗議已經蔓延到了180多個城市，在哈馬丹，在馬哈巴德，德黑蘭政權徹底撕下了最後的面具。安全部隊已經不再使用防爆盾牌，在哈馬丹的街頭，他們架起了德斯卡重機槍。懂軍事的朋友都知道，這個是用來打飛機跟輕型裝甲車的。當 12.7 毫米的子彈被頻射進人群的時候，這個性質就已經從鎮壓變成了內戰。截止1月13號，估計死亡的平民人數已經達到了 1.2 萬，這個是毫無人性的大屠殺。但也正是這樣一種極度的暴力，徹底暴露了現政權的虛弱。哈梅內伊他已經意識到，本土安全部隊在面對饑荒的同胞時，可能無法下狠手。正規軍已經發布了模棱兩可的聲明，他們強調保衛國家利益，而非政權生存。這個完全可以被解讀為在關鍵的時刻保持中立，甚至隨時有可能倒戈。德黑蘭不得不緊急從伊拉克和黎巴嫩調入了850名外籍民兵，參與國內的鎮壓。這表明什麼？引入這些語言不通、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外國僱傭兵，這個是獨裁政權末期的典型特徵。但這個做法其實會進一步激怒本土軍隊跟民族主義者，加速正規軍的譁變。眼看着本國同胞被外國打手屠殺，卻袖手旁觀，那這個是任何一個職業軍人都難以忍受的羞辱。這也必將會成為最終推倒這個政權的關鍵力量。有人會問，伊朗有沒有可能會變成是下一個朝鮮，僅僅依靠槍桿子就能夠硬撐着？艾森的判斷是這個很難，朝鮮又徹底的封閉，而且還有中國老大哥。但伊朗不太一樣，它的社會內部是分裂的，感謝星鏈它與外部的連通是沒有問題的，而它原本依賴的石油正在因為化學指紋的技術不再能夠源源不斷的給現政權輸血續命，所以擺在德黑蘭面前的不是苟延殘喘的劇本，而是脆性斷裂的物理結局。伊朗政權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數學上無解的死循環，但是今天這個局面完全就是 no draw no die why you try。 所以一個非常荒誕的細節，神棍政權現在四面楚歌，內部還有人抱怨為什麼東方大國不拉兄弟一把，但這個其實根本怪不得別人。我們看一看伊朗當年是怎麼樣做生意的，撕毀了與中國的協議，取消購買歼10的訂單，然後轉頭去買蘇35，欠了中國 4.5 億原油存儲費，還想賴賬，而且轉頭又跑去跟印度簽署什麼戰略夥伴的協議，指望印度買他們家的油。但結果呢，印度人根本就靠不住，只給他們畫了一個大餅，一份油都沒買。所以這個就是伊朗的外交，手鼠兩端，既要又要。
伊朗人這樣一種既要又要的投資心態，在和平年代你可以說是平衡術，但在戰爭年代就是找死。半年以前我就曾經斷言，中國跟巴基斯坦是鐵桿兄弟，但是跟伊朗只是塑料兄弟情，因為北京早就看透了伊朗這樣一種既要又要的戰略投機的屬性。大國博弈不講感情，只講風控，伊朗就是那個被風控掉的不良資產。所以當終局來臨的時候，他們翻遍通訊錄，發現全是豬朋狗友的生意夥伴，沒有一個生死之交的真兄弟。那說得好聽一點是戰略性的孤獨，說難聽一點，有伊朗高層在12日戰爭之後哀嘆，我們是餓死了狼，卻餵飽了狗。那這句話非常生動地反映了伊朗國家安全戰略的破產跟失敗。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在2024年年底的倒台，意味着什葉派新月的路橋斷掉了，伊朗也就此失去了向黎巴嫩輸血的唯一通道。2025年6月，他們原本還指望抵抗之狐能夠反擊，而到了2026年的1月份，隨着阿薩德的倒台，哈馬斯的覆滅，真主黨重殘，伊朗在地緣政治上已經變成了是徹頭徹尾的光桿司令跟孤家寡人。到這個時候，伊朗民眾終於明白過來，這個政府它不僅在國內無能，在國外也輸得精光。當一個政權失去了核威懾跟代理人網絡，那它在地緣政治的牌桌上就只剩下被清算的命運了。所以綜合所有的維度，艾森最終的研判是非常冷酷的。自1979年以來，輸出革命與代理人戰爭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它的喪鐘已經敲響了。現在的伊朗不再是一個處於周期性動盪的國家，而是處於一個歷史性的終結階段的政權，就像是一個被焊死了排氣閥的高壓鍋，鍋底是制裁跟戰爭的烈火，鍋裡面是絕望而且沸騰的8800萬人。物理規律告訴大家，這樣一種臨界的狀態不可能一直持續，爆炸不再是一個比喻，而是必然的物理的結果。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伊朗有沒有可能會重返談判桌，我們應該要問的問題是，當伊朗這個中東大國，當這個龐然大物轟然倒下以後，留下的巨大的地緣政治的真空，究竟會由誰來填補？我想這個將會是2026年乃至於未來幾年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當中最關鍵的變量。我是艾森，如果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請點讚分享，歡迎您訂閱艾森的頻道，加入我們的會員，因為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個國家教科書級別的系統性的崩潰，而這樣的時刻值得我們來見證。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